启山，这女人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？我们家和你们家可是世交啊！我和你15年青梅竹马的感情，难道比不过这么臭种地的乡巴佬？我眉头一皱，忍不住开口：我和爸妈靠自己的双手种出粮食，我们勤劳踏实，不偷不抢，为什么要侮辱我们？种地不丢人，养猪不丢人，穷也不丢人，但是仗着有钱却高高在上，羞辱劳动人民，真的很丢人。这还是我第一次露出凌厉的一面。顾启山原本脸色难看，可看到我主动站出来反击，他的嘴角浮现笑意。我怀孕了，是京城太子爷消火下的产物。他说他要给我5000万赔偿。我闺蜜听到后气急眼了，怒骂我物化自己，跟咯咯哒没有什么区别。我笑了，这是5000万，不是5000块。京圈太子爷被人下药，我意外成了他消火的解药。哪知我天生异运，一发即中。太子爷找到我时，闺蜜劝我打胎，让我别为了钱就出卖尊严。就在我准备拒绝时，突然听到腹中小奶团的心声：靠，又是这个天崩开局！我这死蠢的妈听了毒闺蜜的话，拒绝了5000万支票，害我吃不饱穿不暖，最后还被我爸的白月光活活烧死。等等，太子爷要给我5000万支票，你早说啊！我急忙拉开门，便看见了帅气的顾启山站在门外，不愧是京城太子爷，连气质都带着金钱铜锈的味道。他面无表情地拿出支票递给我，声音没有任何情绪，但非常的豪气道：先给你5000万恩胎，只要你能生下健康的孩子，后续再给你5000万作为辛苦费。我的小宝心声果真没有说错，顾启山真的带着5000万来找我了。他还说我会为了闺蜜拒绝这5000万。我看着支票吞了吞口水。我爸妈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民，靠着四处借钱才供我上完大学，能被5000万羞辱是我祖坟冒青烟，我凭什么要拒绝？我闺蜜愤怒地指责我，红着眼睛：你要是做了有钱人的生育工具，那和物化自己的咯咯哒有什么区别？闺蜜话音刚落，我腹中小奶团的心声紧跟着出现。也就我妈这种蠢货会听毒闺蜜的话，连我爸掏钱的机会都不给，就把她轰走了。奶声奶气的，却骂得好难听。闺蜜见我不为所动，极度的面色涨红，浑身颤抖，大喊大叫道：苏菲菲，快把她赶出去，别让她用钱羞辱你，只是5000万而已，就算你去捡垃圾，也不能为了5000万出卖人格。虽然不知道上一世的我是怎么想的，可这一世我乖巧接过支票。顾总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在保密的情况下把孩子生下来交给顾家。小奶团愣住了，我妈怎么突然长脑子了？要知道爸是祖传弱精，能有个孩子不容易，而且顾老爷子特别喜欢女孩，只要我妈愿意配合，母凭女贵是迟早的事。闺蜜看见我接下了支票，整个人发了疯一般要抢我的支票，同时质问我：苏菲菲，你要不要脸啊？你要为了5000万出卖自己，你是没有见过这么点吗？你还给他，你打胎的钱我给你出，后续治休养费我捡垃圾都给你出了。见他想抢走支票，我连忙躲到顾启山身后。这是我的孩子，我当然要生下来，谁不想让自己的孩子过好日子？顾启山皱着眉头，摆了摆手，对着身后的保镖命令道：这么喜欢捡垃圾，让这聒噪的东西去给我捡够5000万垃圾。我闺蜜瞬间双腿发软，哀嚎求饶：顾总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就是嫉妒苏菲菲，凭什么她能够一夜就赚到5000万？我以后绝对不敢撺掇她打胎，我愿意给她当牛做马，做月嫂。顾启山怒道：还不把这种人拉走？顾启山收回嫌弃的眼神，对着我说道：少跟这种脑瘫闺蜜做朋友，见不得你好，才5000万而已，就疯成这样，不值得深交。小奶团拍手叫好：老爸威武！哎，只可惜我妈脑子里全是水，拿出来烫火锅都没人愿意吃。宝贝别骂了，我听话还不行吗？我谄媚的笑着，点头如捣蒜。我明天就搬家，和狐朋狗友都绝交，给孩子一个好的成长环境。说实话，我也是真的有点害怕，哪天又有这种为了我好的朋友跳出来，让我不要5000万去捡垃圾。看到顾启山满意的点头，我小心翼翼提问：如果顾总不介意，我可以把房子租在离你近的地方吗？这样也方便顾家人随时监督孩子的生长状况。顾启山拧眉打量我简陋的小屋，最后视线落在我的肚子上：收拾一下，搬去我家旁边的别墅，方便我妈时常见到你。说完还倚在门口，耐心的等我收拾行李。非凡的气质让我心脏砰砰狂跳，摸着肚子下定决心，这一世妈妈不仅要让你吃饱穿暖，还要把你变成全世界最幸福的小公主。当天下午，我就拎着我那些破烂搬进了豪华别墅。顾启山交代，每周去指定医院检查一次，会有最顶级的团队为你服务。说完，顾启山就走了。
我在保姆的指引下来到我的房间，我躺在几十万的床上，我掐了把自己的大腿。原来这不是梦啊！说实话，陈小小要是住进这么豪华的房间，睡几十万的床，我也会眼红。但我不会让她去捡垃圾，我只会说好姐妹，苟富贵，勿相忘。你吃草莓尖尖，我给你洗草莓。舒服的叹口气，一想到以后在这么奢华的地方生活，我心里就美滋滋。以后只要吃吃喝喝，过好幸福每一天就行。小奶团又开始骂骂咧咧，还以为我妈开窍了，结果一点都不懂未雨绸缪。等她胡吃海塞变胖，被顾家人嫌弃，被我爸白月光嘲笑的时候，看她怎么哭。我一个鲤鱼打挺，我的女儿这么有上进心，我这当妈的也不能拖后腿，立刻上网报了最顶尖的孕妇瑜伽健身课程，还聘请专业的营养团队指导我的1日3餐。除了强健体魄、科学瘦身之外，穿搭也要跟上。虽然我以前是个土包子，对怎么变漂亮一窍不通，但是我有钱啊，找来大明星御用的化妆师和造型师，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。小奶团也很配合我，每天我睡他就睡，我动他也动。怀孕期间的各种难受完全没出现，每天都能睡个好觉，气色也越来越好。2周后，顾启山再次见到我，明显眼睛一亮。顾启山心里纳闷，这女人原来也有这么好看的时候。但他很快压住情绪，蹙眉警告我们之间是意外，你只需要好好生下孩子，不要妄想多余的事。随后小声嘀咕，我的心里只有西西。小奶团哼了声，真能装。我妈作为我爸第一个女人，明明她也有心动。我勾起唇角，笑得淡然而疏离。顾总想多了，我没有非分之想，我只是不想给我的孩子丢脸。顾启山深深看了我一眼，眼中的怀疑掺杂着隐约的欣赏。正想说什么，身后传来爽朗的笑声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刚给我汇报完，听说胎儿发育情况非常好，产妇的各项指标也很优秀。顾夫人面容和蔼，上来就给我塞了大金镯子，接着继续给我塞昂贵的礼物，满眼开心。我公公、我丈夫和我儿子全都是试管来的，你要是能为顾家自然分娩一个健康的孩子，我们顾家绝对不会亏待你。看到顾夫人，小奶团十分激动。我的好奶奶，虽然我爸各种误会我妈，可奶奶一直对我妈很好。可惜我妈是个缺心眼，一想到她要假清高地把镯子扔奶奶脸上，我就无语。我尴尬到脚趾抠地。宝宝，妈妈上一世可能中邪了，但真不是缺心眼。我本以为没有了闺蜜的作梗，我已经改邪归正了，没有想到我就算是没有闺蜜在，也会偶尔脑袋搭错一根筋。我含蓄一笑，低眉顺眼握住顾夫人的手。顾夫人，身为一个母亲，就算没有这些，我也一定会对自己的孩子负责。何况顾总已经给我安排了那么好的环境，我实在没脸收贵重的礼物。顾夫人的笑容更灿烂了，强势把镯子套我手上。原来孩子的妈妈是这么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。我心中一动，壮着胆子抱住顾夫人。孩子有您这么好的奶奶是她的福气，以后把孩子交给您，就算我不能再见到他，我也可以放心了。说完，假装忧伤地挤出2滴眼泪。顾夫人的眼中闪过一丝心疼。你永远是孩子的妈妈，我们不会不让你见孩子的。顾启山也轻咳一声，我只是让你别妄想些有的没的，没说不让你见孩子。以后顾家你随时出入，不会有人拦你。顾启山犹豫伸出手后，最终温柔地拍了拍我的背。见我迅速攻略未来婆婆，还拿到出入顾家的通行卡，小奶团疑惑地抓了抓脑袋。我妈不应该继续推脱，然后骂爸爸跟奶奶他们一家人都是恶心的资本家吗？这导致我奶奶看我妈不顺眼，把爸爸的白月光郑希言找来对付我妈。我的妈妈怎么变得那么聪明了？我听完心头一震，发誓这次我主打一个让顾家省心。在我不闹腾下，顾夫人非常乐得和我相处，天天对我嘘寒问暖。之后顾夫人每周都会陪我一起产检，小奶团很配合，每次做 B 超，她都会把自己摆成最正的胎位，还会努力挥动胳膊跟奶奶挥手。医生们个个赞不绝口，这孩子简直是来报恩的，胎位这么正，顺产的时候妈妈都不用受苦，在肚子里就会打招呼，这聪明劲儿以后绝对是人中龙凤。顾夫人被哄得美滋滋。菲菲，等一下咱们去买东西放松放松，你看到什么名牌包包你只管买，我跟你说，女人就是靠这些维持的。每次产检完都带着我去疯狂购物，见到好东西就给我买，我推都推不掉，这一次也不例外。见我有些开心，我妈现在是开心了，但是她不知道，因为我现在过得这么好，独闺蜜死性不改，对我嫉妒到发疯，准备把我爸被下药的事情说成是我妈做的。我听得心头咯噔一声，对顾夫人说我跟顾总一夜情的事情，还说一定要查出给顾启山下药的人，我怕他们还会继续对顾启山不理。顾夫人看我这么为顾启山着想，更喜欢我了，
抓着我的手说道：“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那个人找出来，敢陷害我们顾家的人，一定让他后悔。”我在顾夫人的打扮下也变了一身富贵气，爸妈见了我都不敢认。本来说好怀孕这事要保密，可由于顾夫人的高调，整个京圈都在传顾启山要结婚生子了，就连以前那些嘲笑他弱精无根的谣言也跟着不攻自破。顾启山对此没说什么，只是来探望我的次数变得频繁。有一次来，撞见我正在煲汤，他眼巴巴看着我，不说话也不走。我机灵的给他盛了一碗汤，不嫌弃的话就尝尝吧，比较清淡，应该对你胃口。顾启山迫不及待喝了一口，双眼放光的样子让我扑哧笑出声。顾启山满意说道：“味道很不错，下班后回来喝一碗，很解疲劳和舒心。只是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继续喝到了。”听着顾启山意有所指的话，我并没有接过话茬，也没有明确拒绝。价值20万的私房厨艺班，真不是白上的。小奶团一边给自己减重，一边畅想未来。按照这个节奏发展，只要白月光不杀回国，我妈就可以稳稳拿下我爸了。然而怕什么来什么，这天我刚要出门，就被一个浑身顶奢的千金拦住。他高高在上斜睨我：“你就是那个爬床勾引顾启山的贱人。”还没等我看清对方的脸，小奶团发出尖锐报名：“完蛋了！郑希言还是杀过来了。爱而不得的白月光最有杀伤力，我妈拿什么和他比啊？”我虽然慌张，但也没有给郑希言装绿茶的机会，而是先发制人，捂着肚子连连后退，惊慌失措道：“有什么事冲我来就好，求求你别伤害顾总的孩子。”嗅到我浓浓的绿茶味，郑希言的火气蹭了上来，他狠狠甩了苏菲菲一巴掌，将一沓照片砸到我脸上。“贱人，装什么装？你耍的那些手段我查得清清楚楚。”根据小奶团的回忆，郑希言一直是可怜无辜的绿茶，只有在别人看不到的时候才敢欺负我。可这次看到我即将上位，他也顾不了太多，被逼露出了真面目。我假装喘不过气，可怜巴巴的跪下：“我不知道我哪里惹到你了，要是打我能解气，你就打我吧。”郑希言高高抬起手，苏菲菲咬紧下唇颤抖，然而巴掌没有落到他脸上，反而听到了顾启山的怒吼：“郑希言，你干什么？”顾启山狠狠推开郑希言，急切地护住我。郑希言火冒三丈，指着我骂道：“你居然为了这个也激凶我！”顾启山压根不理他，而是轻轻触碰我脸上的红印。你受惊了。看到顾启山不再无条件偏袒他，郑希言气急败坏：“启山，我是担心你被人做局，所以特意赶回来的。你被下药这事很可疑，我找了最顶级的私家侦探调查，我怀疑整件事都是苏菲菲在背后操控的，为的就是用孩子逼宫嫁进顾家。”我心里一个咯噔，难道我注定逃不过这盆脏水？攥住衣角，紧张的直冒冷汗。没想到顾启山眯起眼睛，一脚踢开照片：“这事我早就查清楚了，是我的竞争对手和苏菲菲的闺蜜联手干的，他们人早被我扔进海里喂鲨鱼了。别告诉我你这趟过来为的就是污蔑苏菲菲。”冰冷的语调让郑希言有些错愕。我刚要松一口气，郑希言又不死心，拿出另一叠照片。那也不能证明苏菲菲是好人。你看她以前玩的多花，甚至还跟黑人乱搞，她肚子里的孩子很有可能不是你的。顾启山低头看到照片里的苏菲菲跟好几个男人拥吻，面色瞬间阴沉。我头皮发麻，带着哭腔解释：“我不认识这些人，这些照片都是合成的。我从来没有谈过男朋友。”郑希言趁机挽住顾启山的胳膊，耀武扬威：“谁信啊？我才不信有人真的能睡一觉就怀上孩子。想证明自己，那就跟我去做亲子鉴定。”看到顾启山绷紧下巴，并不表态，我委屈而倔强地看向他：“好，反正孩子已经6个月，可以做穿刺了。我愿意用亲子鉴定证明自己的清白。只是到时就算证明孩子是顾总的，我也会远离顾家，不会再打扰您和郑小姐。郑小姐您放心，我从未想过不属于我的东西。”懂事的发言加上强忍眼泪的样子，楚楚可怜，惹得顾启山一阵心疼。郑希言恨得牙痒痒，又不能拿苏菲菲怎么样，眼睁睁看着顾启山抱着她冲去医院。亲子鉴定的事惊动了顾家所有人，连顾老爷子也连夜从临时赶来。这是你的女人，你听信谗言也跟着乱来，害了孩子怎么办？我挡在顾启山面前：“老爷子，不怪顾总，一切都是我的主意。等做了鉴定，外面也能少些困扰顾总的流言蜚语。”顾启山眼中满是不忍，顾夫人更是心疼的不停擦眼泪。我们顾家什么时候怕那些流言蜚语了？6个月做亲子鉴定很伤身体的。小奶团却和我立场一致：“我不怕，赶紧扎我一针，这样才能让白月光变成黑米饭。”在郑希言得意洋洋的笑容中，我忍着疼接受了穿刺，扶着腰一瘸一拐走出病房，却看到郑希言拽着顾启山扬长而去。小奶团气得大叫：“没想到爸爸是这种狗男人，妈妈都流血了。”
他居然看都不看一眼。等鉴定结果出来，我必须看到爸爸追妻火葬场。我苦涩地笑了笑，不仅心中忐忑不安，甚至还有些自我怀疑。就凭我，怎么可能撼动白月光的地位？也许我的宝宝注定没法和我一起成为人间富贵花。内心的失落让我一夜无眠。隔天，顾夫人念在我受了委屈，亲自把我接到顾家，说要给我好好补补。顾启山看到我虚弱的模样，眼底闪过愧疚，对我虚心说道：“苏菲菲，等鉴定结果出来，我一定会给你一个。”不等他说完，郑希言突然举着一份文件冲进顾家。我拿到报告了，苏菲菲肚子里的孩子果然不是顾启山的。浑身血液瞬间凝固，我和小奶团同时发出尖叫。这不可能！见我吓得神情呆滞，脸色惨白，郑希言一个箭步冲上来，用文件啪啪扇我的脸。你以为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就能攀上顾家这根高枝？野鸡永远是野鸡，永远不可能变成凤凰。我就知道一切都是你别有用心的阴谋。幸好我赶回来替顾启山扒了你的皮，否则还真让你这个贱人得逞了。我膝盖发软，控制不住的要栽倒时，顾夫人眼疾手快扶住我。她一改平时温柔和善的样貌，目光狠厉的吓人。希言，你这个报告从哪里拿来的？当然是从鉴定机构啊，我特地付钱加急弄来的。郑希言理直气壮翻开报告，展示在众人面前。你们看清楚，苏菲菲的孩子和顾启山没有任何血缘关系。看到那一排清晰的字，顾启山整个人身上散发着冰冷的气息。顾老爷子蹙紧眉心，脸色也是阴晴不定。四周围的佣人们见状，立刻帮着郑希言一起嘲讽我：一个靠卖肉上位的心机女，怎么跟我们郑小姐比？更何况卖肉还失败了，顾少最恨别人欺骗她，我等着看这只野鸡的下场。郑希言傲慢地扬起下巴：苏菲菲，我看你还怎么狡辩？说完就怂恿顾启山，让他立刻把我轰出顾家。还有你给他挥霍的那些钱，让他一分不少的吐出来，否则就告他诈骗。可顾启山却诡异地僵在原地一动不动，那若有所思的深邃眼神让我头皮发麻。他不会真的要对我那么狠吧？一片死寂中，顾夫人拍了拍桌子，厉声质问：我是亲子鉴定的委托人，付钱的也是我，为什么我还没收到消息，你就先拿到了鉴定结果？郑希言没想到顾夫人这么明辨是非，逻辑通顺，他顿时乱了阵脚。这是有人放到我家门口的，我以为是私家侦探替我先拿到了结果，所以也没仔细核对，就先来告诉你们了。他换了副嘴脸，跑到顾启山身边求他保护。我这么忙前忙后都是为了你，你说句话呀，我不会害你的，反而是苏菲菲一直在利用你。顾启山看了看欲哭无泪的我，又低头仔细查看结果，没一会儿他就冷静地发现了其中的异常。这份公章没对齐，字体模糊，而且也没有编码，明显是假的。郑希言惊讶地抽了抽嘴角，顾启山神情严肃，和顾夫人对视一眼后，叫来助理交代了几句。几分钟后，助理向顾启山确认：顾总，机构确认还在比对血液样本，结果要后天中午才能出。顾夫人不悦地瞪了郑希言一眼，以防万一，到时我们亲自去机构候着，现场揭晓结果，也避免有心人在陷害菲菲。郑希言顿时面红耳赤，小奶团高兴得恨不得马上蹦出来。难怪刚刚太爷爷和爸爸都不说话，原来他们早就看出事情不对劲了。哼哼，白月光聪明，反被聪明误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虽然小奶团这么说，可我心中的石头并未落下。郑希言绝对不会轻易放过我，何况就算顾家人当场拆穿了郑希言作假，可她是顾家世交的女儿，是顾启山的青梅竹马，是身价上亿的千金大小姐。我一个没名没分的普通人，就算真的被冤枉了，也只能咽下眼泪，安静地退到一边。见我死死埋着头，表情惶恐不安，顾夫人拉着我就要回房间。好好的一顿饭全被毁了。菲菲，你今晚跟我睡，我晚点喊2个米其林大厨来单独为你做一顿饭。他不耐烦地看着郑希言，对他的好印象算是全毁了。郑希言生怕我给顾夫人吹耳旁风，厚脸皮地凑上来：伯母，我也是为顾启山好，看到报告想都没想就来了，我不是故意拿假报告来骗人的。说着一跺脚，手一伸，谁知道是不是这个苏菲菲故意设局害我，搞不好就是她自己弄了个假报告，然后骗我搞出这场乌龙，这样一来她又变成了受害者，让你们所有人都心疼她。伯母，你这么聪明，千万不能被她欺骗呀。顾夫人眸光一暗，我第一次在她脸上看到名为生气的表情。不等她发作，顾启山先怒气冲冲挡在我身前：郑希言，你闹够了没有？郑希言被顾启山吼得一愣，顾夫人失望地摇头：希言，我真没想到
你以前的善解人意都是装的，是我看错了你。说完直接牵着我的手，厉喝一声：菲菲才是我未来孙子孙女的妈妈。刚刚那些帮着郑希言说话的，今天就从顾家滚出去。我看郑家更适合你们。霸气十足，吓得刚刚落井下石的佣人们一哆嗦，当场跪了下来，朝着我磕头。苏小姐，都要是我们鬼迷心窍，听了郑小姐的话，我们知道错了。顾夫人气不过，转头跟老爷子念叨：要不是启山他爸在国外赶不回来，家里怎么可能容得下这些外人胡作非为？老爷子也是连连点头。这女娃不卑不亢，不争不抢，好脾气。尤其是看到我从头到尾不争不闹，又体面又本分，顾老爷子对我的印象分也大涨，欣慰地看了我一眼后，对着郑希言说道：希言，我是看在和你爷爷的交情份上，把你当成我的孙女在宠，可你要是伤害到我真正的家人，那就别怪我不念旧情了。顾老爷子的话分量极重，郑希言不甘心地咬住下唇，却还是只能悻悻闭上嘴。其实顾夫人能这么照顾我，我已经很感激了。可小奶团一心想看顾启山追妻火葬场，为此居然狠心踹了我一脚。妈妈，对不起啦，我也是为了帮你呀。这力量十足的一脚，痛得我惨叫一声，两眼一黑，直接晕了过去。原本我的体质没这么差，可昨天刚做了穿刺，加上一夜未睡，再被郑希言搞得情绪起起伏伏，坐过山车，如今这么激烈的胎动，我确实承受不住。昏昏沉沉间，我似乎被搂进了一个温暖的怀抱。模糊的视线中，我似乎看到顾启山惊慌失措的神情，他紧紧抱着我，青筋暴起，大喊：快叫救护车！郑希言，菲菲和孩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绝不会放过你。一向从容的顾夫人也急得直抹眼泪，对着顾启山就是怒斥：我早说了穿刺很伤身体，不能做，不该做。儿子你糊涂啊，为什么不阻止菲菲？为什么不站出来说你相信菲菲？要不是你存心偏袒郑希言，纵容他搞出这些乱子，菲菲哪用得着受这种苦？要是菲菲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跟你没完。顾夫人的一番话无疑让顾启山更加愧疚，在他们都偏向我后，支撑我继续保持清醒的动力瞬间就没了。我就要彻底昏死前，我只听到小奶团咯叽咯叽的笑声。嘿嘿嘿，这把追妻火葬场稳了。我从病床上醒来，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顾启山写满愧疚的脸。看到我睁开眼，他甚至忘了一直以来的分寸感，急忙握住我的手。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哪里难受？我这就叫医生。我茫然的摇摇头，下意识先看向自己的肚子，还好我的小奶团还在。小奶团感应到我醒来，也立刻扑腾。妈妈，对不起啦，我这一脚确实踢得太重了，居然害你整整昏睡了2天。虽然你没看到爸爸这2天的表现，但他对你的关心我都看在眼里呢。这2天发生了好多事啊。小奶团这边嘟囔着，顾启山也同时跟我娓娓道来。亲子鉴定报告今天上午已经出了，我们全家亲自到场去拆封的结果。我心中一沉，紧张的都有些不知道怎么开口。好在顾夫人及时推门而入。我早就说过没必要怀疑菲菲，害菲菲和孩子白白吃了那么多苦。鉴定结果不仅确认孩子是顾家的，而且还说有很大概率是个女孩。顾夫人喜不自胜，像妈妈一样抚着我的额头。这次是我儿子做错了，老太爷为了迎接他的曾孙女，顺便向你表达歉意，已经提前买了1栋楼，等我孙女出生，这就是她的出生礼物。我缓慢地眨了眨眼睛，我没听错吧？1栋楼，也就是说我的小奶团以后什么都不干，光是收租就能尽享荣华富贵一辈子，我这个妈妈肯定也能跟着沾光。突如其来的大礼物让我一下子血压升高，恍恍惚惚又要晕过去。关键时刻还得是小奶团靠谱，他轻轻扒拉我一下，提醒我：妈妈，这也太没出息了，1栋楼就要晕过去，那以后爷爷奶奶送我卫星的时候，他不得吓死啊！我艰难吞咽口水，挤出一个僵硬的笑容。顾夫人，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。谢谢你们给这个孩子这么好的生活，我这个做妈妈的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们，谢谢谢谢。看到我挣扎着想爬起身鞠躬道谢，顾启山都忍不住微笑，见我不好意思的抽回手，他眼眸一暗，毫不犹豫的紧紧将我抓牢。顾夫人神秘的笑笑，拍了拍我俩紧握的手，一家人别这么客气。哈，这就把我当一家人了，不打算用1亿打发我了吗？你能怀上我儿子的孩子，说明你们之间有很深的缘分，这都是天注定的。你和我们顾家之间的牵绊，肯定比想象中还要深。空气变得莫名暧昧起来，我的耳朵也悄悄红了。升温的气氛中，顾夫人正想偷偷离开，病房门却被人一脚踹开。只见一位长者在保镖的簇拥下走进病房，
身侧还跟着一脸气愤的郑希言。顾夫人，你糊涂啊！这女人爸妈就是个种地养猪的，这种下等人没资格攀上顾家。说着，骄傲地拉过郑希言。我孙女才是和顾启山门当户对的妻子，顾夫人，只要你同意联姻，我孙女也会大度的领养这个孩子，把她当自己孩子一样视如己出。要是你们执意选择这个女人，那我们郑家和顾家的合作即日起全面取消。小奶团不屑的冷笑：这个白月光也是够够的啦！以前高高在上地端着，把我爸当成舔狗一样耍，现在看我爸要和我妈在一起了，不仅玩下三滥的手段陷害我妈，居然还搬出大家长逼婚，以为这样我爸就会屈服吗？殊不知他越是做，他在我爸心中的滤镜就碎得越彻底。更何况我的爷爷奶奶都不是好欺负的，还拿取消合作来威胁，简直笑死人。听小奶团这么说，我高高吊起的心瞬间也轻松放下了。确实，顾夫人不是等闲之辈。顾启山在商场上素来杀伐果断，哪是能容得下别人吆五喝六的？这郑希言搬出爷爷来逼迫顾启山，等于是在加速毁灭两人之间的关系。不过这里轮不到我说话，我一副受惊的样子，缩进被子，露出一双眼睛，准备看戏。顾启山却以为我被吓到了，帅气的脸一下拉得老长。谁允许你们擅自进来的？你们吓到菲菲和孩子了？保镖呢？花钱请你们干什么吃的？要是连这种闲杂人等都拦不住，明天可以不用来上班了。顾启山中气十足的吼声充满压迫感，吓得门外的保镖纷纷冲进来道歉。顾总，对不起，因为他们说是您的未婚妻和商业合作伙伴，我们不敢。顾启山横眉冷竖，我再通知你们一次，苏菲菲现在是顾家的最高优先级，所有事都以她的安全和健康为主。除了我和我的家人，任何人想骚扰苏菲菲，一律给我就地拿下。顾启山压根没回应郑老爷子的话，而是用这个指令来传达自己的态度。他就是要把我留在顾家，你们郑家和郑希言，我不放在眼里。顾夫人对顾启山的做法满意的点头，郑老爷子和郑希言却被气疯了。顾启山，这女人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？我们家和你们家可是世交啊！我和你15年青梅竹马的感情，难道比不过这么臭种地的乡巴佬？我眉头一皱，忍不住开口：我和爸妈靠自己的双手种出粮食，我们勤劳踏实，不偷不抢，为什么要侮辱我们？种地不丢人，养猪不丢人，穷也不丢人，但是仗着有钱却高高在上，羞辱劳动人民，真的很丢人。这还是我第一次露出凌厉的一面。顾启山原本脸色难看，可看到我主动站出来反击，他的嘴角浮现笑意。郑希言看到顾启山对着我一脸柔情，气得嘴都歪了。顾启山，你个骗子，你说过会等我一辈子的。顾启山厌烦地瞟了他一眼。郑希言，这么多年，你有尊重过我吗？不，你只是享受被追捧的快乐。我早就咽下了你吊着我的把戏，如今发现你根本不是我想象中那个善良的人，我对你只剩厌烦。在我讨厌你之前，我希望你安静离开。看来得不到的白月光也不过如此。顾夫人更是强势出面，亲自了结这场闹剧。郑希言，你用假的亲子鉴定污蔑苏菲菲的事，我还没跟你算账，你居然敢上门挑衅！你这么无理取闹、霸道下作，绝非我儿子的良配。这门婚事我不同意。郑家要是想取消合作也请便，反正你们的位置早就有无数公司想取代了。送客，不许让任何人打扰我儿子和儿媳妇约会。啥？儿媳妇？我红着脸懵住了。小奶团喜极而泣。虽然没有看到我想要的追妻火葬场，但妈妈直接得到了婆婆的认可，我这一脚也算是没白踢。就这样，在我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顾启山就诚挚地拿出一枚戒指。我原本也觉得我只需要孩子，不需要你，可这些天和你的相处，接你运动，陪你产检，和你一起做饭吃，让我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感觉。那天看到照片，同意亲子鉴定，其实也是因为我吃醋了。我以为你真有别的男人。顾启山虽然脸都红透了，可眼神坚定。让你受苦都是我的错，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名正言顺的丈夫身份，让我以后可以好好保护你，你愿意吗？原来这些现实中的霸总还是很有礼貌、很尊重人的嘛。明明应该是我绞尽脑汁问顾启山要个身份，可顾启山压根没让我开口。看来这些天没白卷。我羞赧地点点头，下一秒顾启山就迫不及待给我套上了戒指。就这样，我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，顾夫人就对外高调宣布，她儿子马上要举办盛大婚礼，顾家还要迎来第一个自然分娩的小公主。老顾总专程暂停国外的业务，准备回来亲自主持婚礼，还说要等孙女生了再继续出国。顾老爷子更是一门心思扑在我身上，天天和顾启山商量要给孙女置办什么礼物。然而没安稳2天，网上突然大面积爆出我的身世，无数媒体涌到我的老家，偷拍我爸妈种地干活的样子，
嘲笑我是靠不正当手段上位的野鸡。我看着电视上播报的内容，着急起身，我要去保护我爸妈。我急得想带着8个月的身孕回去见父母，不料顾启山一早就贴心的把我父母接了过来。顾启山温柔一笑，喊了一声：“叔叔阿姨，进来吧。”门被推开，我爸我妈拘谨的走进来。我看到他们后，我哭着扑到他们怀里道歉：“爸妈，都怪我，让你们受苦了。”他们却笑呵呵的：“咱老老实实种地，不丢人，不哭熬。爸爸妈妈倒是给你包个大红包，让你做全世界最漂亮的新娘。”爸妈的善良乐观得到了顾家所有人的欣赏，老顾总立刻出手查封并起诉侵犯我隐私权的账号，顺便揪出了幕后黑手。老顾总带着人来到我身边，对着我说道：“骚扰你爸妈的人我找到了，是郑家那个小辈搞的事情，你不必担心，发生这些事情是我们顾家的问题，我会让你启山给你们一个交代。”说完，他对着顾启山道：“你自己媳妇家人你都保护不了了吗？还在念你们之前的破烂旧情？你没看到刚才你媳妇大着肚子着急的样子？这要是急火攻心，让孩子受惊了，我看你怎么后悔！”果不其然，又是不死心的郑希言搞出的事。顾启山黑着脸掏出手机，对着郑希言拨打电话。郑希言开开心心说道：“你看到那个野鸡家里人什么情况吗？他是配不上你的。”顾启山一头怒火，恶狠狠说道：“郑希言，为了惩罚你对菲菲的一再残害，西城那个千亿项目，我们顾家不给你做了。”郑希言着急大喊：“顾启山，那是我郑家的命脉，你为了一只野鸡竟然对我这样，看来你是真的不想得到我的青睐了。”顾启山冷哼一声：“还青睐，还傲慢。”顾启山狠狠挂断电话，接着对自己的总助打电话，命令道：“停了郑家西城那个项目，彻底停了。”当西城项目停了后，郑家慌了。郑希言的爸爸带着郑希言跪在顾家别墅外，而我只是简简单单的看了一眼。顾启山见我没有说话，也不在意他们，一时之间，我成了人人艳羡的豪门传奇儿媳。这种地的真好命啊，居然让她逆袭成了顾太太，也不知道用了什么法子。不过看照片，她确实精气神都很好，很少见到体态这么匀称健康的孕妇。那可不，虽然小奶团已经8个月，但我和她并没有懈怠，还是一心当卷王，每天各种运动一点都不落下。与此同时，我还主动报考了金融方面的证书，为以后能辅佐小奶团接手顾家产业做准备。看我这么有上进心，这么积极，顾夫人更喜欢我了，直接宣布等我出了月子就去公司担任总经理，卷到最后应有尽有。领完证，穿上婚纱的那天，我紧张地握住顾启山的手，你说万一有人趁我们不注意，偷偷调换我们的孩子，搞出什么真假千金的狗血戏码怎么办？顾启山总是被我天马行空的想法逗笑。那我就找50个保镖盯着宝宝，保证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。我和小奶团同时松了口气，防住了想换掉他的恶毒保姆。接下来又要应对新的难题了。卷王虽然已经成功，但人间富贵花，还得居安思危，继续努力呀。